這個皇帝真的是妻管嚴窩囊廢嗎？在很多的影視劇當中啊，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就被塑造成这种唯唯諾諾，見了老婆大人恨不得立馬跪搓衣板的小男人形象。來，給老娘跪一個！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啊！老曾告訴你，歷史上的李治呢，不僅不窩囊，還雄才大略。他在位期間，唐朝的軍隊是最能打呀。唐朝的疆域甚至達到了1200万平方公里的史上之最，連後來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都望尘莫及啊！真正實現了犯我大唐者雖遠必誅的豪邁，不僅滅了大唐建國以來最大的威脅高句麗這個國家，一度呢還把日本打得個滿地找牙。那麼歷史上的唐高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在強勢的妻子武則天面前，他是不是屁都不敢放一個呢？這裡是曾子航人物志，我是曾子航，爭議人物重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歡迎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不錯過每一個精彩的歷史人物的重新解讀和解密真相。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9子，母親是唐太宗唯一立过的长孙皇后。其實如果按照立嫡立长的组織來說，李治是沒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因為在長孫皇後的3個兒子當中，李治年齡最小，論嫡是有了，可是論長是絕對輪不着他呀。長子李承乾早早就被立為太子，而且他也不是最得父皇寵愛的。當時李世民最疼的寶貝兒子，一個是魏王李泰，一個是吳王李克。而李治雖然年紀小，卻一直不顯山不漏水，在父皇那裡啊，就像是一個小透明。那麼他又是如何得到皇位的呢？有人说他是捡漏上位，有人說是李世民沒得選，只能挑這個軟弱的備胎，還有人說是得益於舅舅長孫無忌的力保。這3種說法呢，都有點片面，沒有觸及到問題的實質。因為唐太宗選太子核心就2條，一是保住一眾皇子的性命，二是保證政權的平穩過渡。為什麼這麼說呢？李世民一生最大的夢魘就是玄武門之變啊！當初他親手殺死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迫老爹唐高宗李淵退位。他不想歷史在自己兒子的身上重演，可歷史往往就是這樣的詭異。20年前他親手釀下的骨肉相殘的苦果，20年後又差一點讓2個兒子品嘗一遍。那這是怎麼回事呢？怪就怪這李世民太偏心啊！李承乾作為長子，早早就被立為太子了，只可惜李承乾腿有殘疾，走起來一跛一跛的，從外表看就失了3分。我大唐盛世怎麼太子是個跛子？加上李承乾水平一般，口才一般，李世民看他就不怎麼順眼，經常当众批評他，讓他難堪。相反，魏王李泰高大威猛，又文采出众，既是書法家又是書畫鑑賞家。李世民非常疼愛這個兒子，對他的待遇甚至超過太子規格，這也助長了他的野心啊。李承乾本來腿有殘疾，內心自卑，看到李泰得意忘形且步步緊逼，就非常記恨，擔心李泰會取而代之。為了保住儲君之位，他決定鋌而走險啊，準備效仿父皇的玄武門之變，再度逼宮。只可惜李承乾不是李世民，政變還沒開始便東窗事發，立即就被廢除了太子之位啊。按理說李承乾突然被廢，最受寵愛的魏王李泰可以順勢接班，可唐太宗此時卻突然將李泰踢出局，扶植相對弱勢的晉王李治上位啊。這是為什麼呢？直接原因就是李泰這個時候走了一步臭棋啊，直接導致他與儲君無緣。什麼臭棋呢？根據這個《舊唐書·褚遂良傳》記載啊，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仕，太宗面許立為太子。因為侍臣曰：“昨青鵲自投我懷雲，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100年之後，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死之道，故當天幸。我見其如此，甚憐之。”就是說啊，李承乾被廢後，李泰進宮伺候父皇，李世民既然還沒跟朝臣商議，就當面跟這個兒子許諾會立他為太子啊。李泰激動地對李世民說：“我如果當上皇帝，我死之後我就殺掉我的兒子，傳位給弟弟李治。”
這話一聽就特別虛偽，而且不近人情。偏偏疼他的老爸還信以為真，覺得兒子可以犧牲父子親情，成全兄弟，值得嘉許。但是當時的谏议大夫褚遂良一针見血地指出，一个连親生兒子都敢許諾殺掉的人，怎麼可能放過自己的弟弟李治還有廢太子李承乾呢？李世民一開始還挺感動，經褚遂良一提醒，冷靜下來一想，如果李泰登基，李承乾、李治兩大皇子是必死無疑啊！當時的朝堂已經分裂成兩派，一部分大臣支持李泰，一部分支持李承乾，奪嫡鬥爭已經白熱化。一旦李泰繼位，必然會舉起屠刀，大肆清算曾經依附在李承乾一黨的朝臣，一場血雨腥風馬上就要撲鼻而來。玄武門的噩夢一直深埋在唐太宗的記憶裡。從李承乾謀反未遂這件事，李世民得出了一個教訓：越是精明強幹、野心勃勃的皇子，為了奪取皇位，絕對會六親不認啊！自己當初不就這樣的人嗎？李泰這麼亦步亦趨的學自己，難保不會子承父業。於是李世民把目光投向了一向這個處事低調的晉王李治，並說出了一句關鍵的話：太歷、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太共、承乾可無恙也。立李泰、李承乾、李治都活不了，立李治、李承乾和李泰兩個人都能活下來。這句話就解釋了李世民之所以立李治為太子的核心目的。第一，李治沒有參與李承乾、李泰的儲位鬥爭，不屬於任何一派，不會上台就搞清算。只要他做皇帝，李承乾、李泰兩個哥哥都可以保全性命，得以善終啊！明白了吧？李世民選太子沒有選能力最強那一個，而是選對整個王朝風險最小那一個。可見李治並不傻，一個傻子會被李世民這樣強勢的帝王看中接班嗎？也不是懦弱無能，史書說他人弱是指性格寬厚，沒有殺伐野心，不主動爭寵。這在唐太宗眼中是恰恰保我大唐江山不再發生第二次玄武門之變的關鍵所在。李世民雖然跟隨父親李淵征戰多年，馬上得天下，但執政以後偏愛仁政，一個仁厚的接班人正是他所需要的。而且李治呢能夠順利接班，還有兩個必不可少的優勢。二，他得到了以舅舅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集團重臣的堅決支持。李治是長孫皇後嫡三子，是長孫無忌的親外甥，得到元老重臣的集體擁護，立李治可以做到皇權交接平穩，不會出現權臣跟新軍對抗。李探雖然有才，也是嫡子，但他重用的都是寒門新貴，和長孫無忌這幫老臣的關係很差。要是李泰登基，元老集團必遭重創，這是後期求穩為主的唐太宗所不願看到的局面。三，李治是唯一可選的嫡子啊。封建統治者歷來極看重這個嫡庶之分。長孫皇後雖然早逝，但留下三個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庶出皇子哪怕再有才，基本不在太子的候選名單。李承乾廢了，李泰出局，剩下的嫡子就只有李治一人了。不過李世民呢，一度也覺得這李治的性格可能是過於軟弱，擔心他鎮不住朝堂，曾經動過念頭想立吳王李克，因為李克文武兼備，很像自己。但李克是庶子，母親是前朝隋煬帝的女兒，遭到當時的宰相長孫無忌的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有二：一來呢，違背皇位傳嫡不傳庶的祖制；二來，李克身上流淌着隋朝皇室的血脈，會讓朝堂是人心動盪。最終，李世民打消顧慮，徹底敲定李治接班呢。只是這李世民千算萬算，萬萬沒有算到，性格寬厚的李治竟然上台以後沒多久，就跟舅舅長孫無忌是徹底翻臉，並最終把以舅舅為代表的關隴集團是徹底趕出歷史舞台啊！更沒想到的是，悶騷的兒子竟然趁着自己病重的時候，勾搭上了身邊一個不得寵的妃嬪武曌。若干年後不僅把她立為皇後，還推上權力中心，一度改變了大唐的歷史走向啊！具體詳情請看下一回。唐高宗李治為什麼非要逼死扶植自己上位的親舅舅長孫無忌？千年以來呢，流傳的一種說法是武則天刻意吹枕邊風的結果。因為長孫無忌呢一直反對唐高宗立
當時還只是昭儀的武曌為後。武昭儀為了奪權，便故意挑唆舊生矛盾，甚至無端構陷長孫無忌要謀反的假象。而李治在妻子的不斷哄騙和洗腦之下，對自己有再造之恩的舅舅是痛下殺手。武則天大功告成以後，便從此架空丈夫，獨攬大權，在通往女皇帝的道路上不斷彎道穿車，绝塵而去。這說的是武則天還是賽車手啊？這條敘事最大的問題就是把一個曾經開闢大唐歷史上最大版圖的皇帝說成了一個二傻子，成了妻子手中隨時操控和摆布的提线木偶。那會儿皇后還沒當上的武曌就做起了女皇美夢，還提前進行權力布局。這好比是媒體報道17、18歲的姆巴佩剛被選進法國国家足球隊的時候，就說他開始夢想在世界杯上拿金靴，你信嗎？必須破除千年以來認識的一個巨大誤區，唐高宗李治從來也不是影視劇所刻畫的那個懦弱無能、受人操控的媽寶男，更何況人家親媽長孫無忌早就死了，想當媽寶男都沒機會了。有人說沒親媽疼，不就愛上了武則天這個比他大4歲的小媽嗎？大4歲那也是姐弟戀，古代妻子年齡比丈夫大也很常見，所以怎麼有女大1抱金鸡，女大5赛老母的說法？歷史的真相是，真正掌控全盘、步步布局、下決心清除长孫無忌的人，自始至終就是李治本人吶。为什麼這麼說呢？武則天那會兒還只是後宮的一名普通妃子，不過是唐高宗順勢借力的關鍵推手而已。那會兒武曌在朝堂上沒有屬於自己的人脈，想當女皇帝估計真有這想法，唐高宗早就派人一杯毒酒給遞過去了。實際上，唐高宗和舅舅長孫無忌之間的矛盾早已是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沒有武則天的介入，兩人已經到了水火不容、各不相讓的地步。只不過在圍繞該不該立武氏為皇後這個問題上，是徹底撕下了罩在彼此臉上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徹底走到了決裂的地步。也許有人會問，長孫無忌不是李治一生最大的貴人嗎？要不是他，李治很有可能不會登上皇位。李治為什麼不感恩舅舅，還猜忌他，最後也走到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那一步？前面提到正是在長孫無忌的堅持下，李治的太子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只不過长孫無忌不是皇帝，只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他願意扶植李治，其實也有自己的私心作祟，因為李治看上去比較仁慈厚道，不像他其他幾個外甥那樣，要麼野心勃勃，要麼強勢霸道。其實舊生之間從小又不在一起生活，沒有多少深厚的感情基礎。如果說李治是他外甥，那被廢的李承乾，被改到地方的李泰，難道就不是他外甥了？他當時怎麼不念那份親情呢？貞觀23年，唐太宗病逝，臨終托孤，委派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為顧命大臣，輔佐剛剛成年的李治是登基繼位。當初是長孫無忌力排眾議扶持晉王李治上位，如今又是這個舅舅扶上馬送一程，為自己登基是保駕護航啊！按理說，作為外甥的李治應該對舅舅感激涕零，無以為報。可權力場上，親情遇上權力，就像雞蛋碰上石頭。當權力變成巨石，這個雞蛋只能是粉身碎骨。李治剛繼位那會兒年紀輕，根基淺，長孫無忌以太尉身份聯合宰相褚遂良掌控中樞朝堂，他背後是綿延百年的關隴貴族集團，官員任免重大決策全由長孫無忌一人說了算。高宗這個皇帝形同虛設，久而久之，恩情變成權力，形成巨大的包袱，壓得李治是透不過氣來。韓非子說過，君主必須掌握2柄，否則就會被權臣架空。所謂2柄，就是皇帝的賞罰之權。可如今什麼事兒都由舅舅一人拍板，這李治逐漸是芒刺在背。此時兩人的關係猶如當年漢宣帝劉詢和權臣霍光的翻版。霍光扶植劉詢登基，无所不在的权力之光也讓劉詢是睜不開眼。很多人以為李治和長孫無忌反目是從廢王立武才開始的，其實說晚了。當大權長期被舅舅架空，長孫無忌的勢力已經逐步威脅到君主的顏面和尊嚴。只要長孫無忌活着，李治就只能當個像漢獻帝那樣的傀儡皇帝。不久，房遗愛謀反案的突然爆發，成了舊生關係的分水嶺。長孫無忌借着這場謀反大案，大肆清洗政治對手。吳王李克當年和李治競爭儲位，
江夏王李道宗、宗室元老都僅僅因為跟長孫无忌政見不合，全部羅織罪名，流放赐死。史書記載李治曾經含淚為吳王李克求情，希望刀下留人，但长孙無忌態度堅決，絲毫不給皇帝情面。這個案子應該給唐高宗內心衝擊極大，造成了他對舅舅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為什麼呢？长孫無忌無所顧忌的隨意屠戮皇室宗親，哪天若是觸怒了他，完全可以扶植其他宗室子弟取而代之留着长孙无忌自己的皇位隨时不保。这件事发生在唐高宗永徽4年，武則天呢才刚刚從尼姑庵被接回皇宮，別說跟手握重權的長孫無忌叫板，恐怕此時連皇后住的宮殿大門朝哪開還沒搞清楚呢。也就是說，唐高宗與長孫無忌代表的關隴集團的衝突，早在武則天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經埋下巨大的隱患。在最高權力這架绞肉機裡面，什麼親情、恩情、感情早就被碾壓得粉碎，二人早晚必有一戰，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導火索而已。而武昭儀的出現只不過讓這場戰役提前打響而已，接下來就是直接導致武則天脫穎而出，著名的那場廢王立武的宮鬥大戲。過去人們把唐高宗想廢掉王皇後，立武昭儀為後，解讀為李治沉迷美色，立令智昏，舅舅對他的情義千金不敵武則天的胸脯4兩。武則天胸有那麼大嗎？咱不知道，但武則天確實胸懷天下。其實廢後跟愛情和宮鬥無關，背後牽扯的是政治利益。為什麼這麼說呢？先看長孫無忌的態度。長孫無忌當然拼死反對立武曌為後，表面理由冠冕堂皇，武氏曾經侍奉先帝，與禮法不合，兒子怎麼能夠娶小媽呢？這不亂倫嗎？而且武則天出身寒微，跟皇帝門不當戶不對，這只是表面的理由。底層邏輯是，王皇後出身太原王氏，屬於關隴貴族集團，廢掉王皇後等於打破世家大族持續操持後宮、制衡皇權的格局。一旦武氏登上後位，必然形成依附他的新的後黨勢力，那長孫無忌壟斷中樞的現象就會被徹底打破。李治當然看透了這一層，武曌不屬於關隴貴族集團，只能完全依附李治，所以廢後這件事對他來說是一場重要的政治試探。為了爭取長孫無忌讓步，李治放下帝王身段，親自登門拜訪，大量賞賜、經營綢緞，提拔長孫無忌的子嗣，希望舅舅給自己一次面子。可無論如何拉攏，長孫無忌始終是寸步不讓。褚遂良等輔政大臣集體站隊舅舅，公然對抗皇帝，一次次談判失敗，讓李治徹底認清現實。長孫無忌維護的不只是王皇後，是整個元老集團的權力格局。想要真正乾綱獨斷，必須扶植新的政治勢力，對抗長孫無忌。此時不甘心久居人下的武曌成了唐高宗手中的一個打手，而李治和長孫無忌則徹底分道揚鑣。武曌有十足的理由對抗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始終排斥他，斷絕他登上後位的可能，二人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於是在皇帝的默許下，他主動聯絡李義府、許敬宗等一批被關隴貴族長期打壓的中下層官員，向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元老集團吹響了反擊的號角。也就是說，武昭儀渴望扳倒長孫無忌是他的個人訴求，但是能不能動手，什麼時候動手，做到什麼程度，最終這個決定權牢牢掌握在李治的手中沒有皇帝的默許與支持，許敬宗這類中層官員絕不敢公開挑戰當朝太位。在唐高宗武昭儀和長孫無忌的政治較量中，李治還意外地爭取到了關鍵一票。軍方大佬李基突然表態，此陛下家事，何必為外人，使得李治對抗舅舅的底氣是更為充足。接下來，唐高宗以王皇后无子嗣為由，废他為庶人，册封已生下一兒一女的武昭儀為皇後。登基以來，一直在舅舅的高壓下喘不過氣來，李治終於出了一口惡氣皇帝的權威也得以在朝堂之上樹立起來。事情還沒完，沒過多久，被唐高宗提拔上來的許敬宗開始羅織罪名，誣告長孫無忌要謀反。根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涉及謀反這樣大案，李治甚至沒有當面核實，不給舅舅當庭自辯的機會，直接下旨削決流放黔州，隨後又派人去複審此案，當然不是要給舅舅平反昭雪，而是步步緊逼，企圖做成鐵案。
長孫無忌自知難逃一死，被迫自盡。像褚遂良等其他辅政大臣，長孫無忌的兒子們也贬的贬，死的死。曾经不可一世的关陇貴族集團，在唐高宗和武則天的聯手打擊之下，很快土崩瓦解。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啊，這唐高宗李治給人的印象一直是個乖乖仔，甚至有點懦弱，怕老婆，怎麼一下子出手如此狠辣果決？其實都是李治扮豬吃老虎，長期隱忍的偽裝。一，前期示弱，麻痹長孫無忌。剛登基那會兒，李治刻意表現溫和順從，大小事都諮詢舅舅，從不強硬對抗，讓長孫無忌誤認為這個外甥性格軟弱，容易拿捏，放鬆警惕。這是帝王的隱忍策略，不是真的懦弱無能。二，暗中積蓄力量，拉攏和提拔中立官員，爭取軍方大佬的支持。這個前面提到了，咱們就不重複了。三，一擊致命，徹底斬草除根。許敬宗羅織謀反罪名彈劾長孫無忌的時候，李治表面上假意哭泣，裝作不忍，卻暗地裡痛下殺手，削去官職，流放邊疆，逼他自縊，同時清洗所有長孫親族門生，看似突然翻臉，實則籌謀數年，步步推進的政治清算，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李治殺長孫無忌無關親情，純粹是皇帝和權臣之間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長孫無忌的悲劇根源，分不清君臣邊界，手握大權卻不肯還政皇帝，執着維護關隴貴族利益，不斷擠壓皇權，最終必然被君主清算。四，開始獨掌大權，開啟唐朝疆域最遼闊的鼎盛時代，足以證明李治城府極深，謀略過人。而武則天呢，從始至終都是充當丈夫的急先鋒，真正的幕後操盤手還是李治啊。那麼唐高宗如何開啟唐朝疆域最遼闊的時代，並打得日本不敢進犯中原？他後期一度想廢後，為何沒有成功，反倒把權力交給了武則天？這是怎麼回事？請看下集。